里根在冷战中呢，运用到了多重的手段，美国牢牢地占领住了这个宣传口的先机。这些钱在美国给冻结了。那人群里面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亚裔面孔。朋友们好，欢迎收看面具推推推。那么今天是2020年的6月1号，星期一啊。首先在这里，面具人我祝大家儿童节快乐，童心永驻，永远年轻啊。那么今天来仔细聊聊美国的事情啊，以及中共对美国的惯用策略。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先带来3位大人物，那么我们通过对这3位大人物的表现的分析，来讲一讲美国和中国的世界格局的变化。那这3位大人物是谁呢？这3位大人物就是里根、川普、习近平。面具人我对川普的策略和反应呢，一直是比较悲观的。我早在去年的时候啊，就说过，共产党是要把川普拖到沙盒里面，最后呢，让他左右不是人，在流沙陷阱之中呢，使不上劲儿，再怎么挣扎也没有用了。这就是习近平给川普画下的一个大陷阱。大家想一下啊，美国为什么被称为世界第一强国？我们先要从美国的强大的英雄形象说起，和美国的这个大外宣实力。我们在说到大外宣的时候啊，大家都会想到，共产党的间谍。其实呀，大外宣的高手玩笔杆子厉害的也并非只有共产党，这个中间呢还有高手中的高手。他是谁呢？他就是罗纳德·威尔逊·里根，第40任美国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那至于他为什么伟大，今天的节目前半段就来讲一讲里根时期美国的优势和川普时期逝去的美国荣光。那么后半段我再讲一讲习近平之下的共产党的攻势。那先来说一说里根吧。里根在踏入政坛之前呢，里根也曾担任过运动员、广播员、救生员、报社专栏作家、电影演员。可以看出来啊，影视传媒这块呢是里根的老本行。那里根大家都知道，兵不血刃的把苏联给搞垮了。那里根的文宣能力是非常强的，在美国的宣传历史上啊，宣传总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出现。在冷战当中呢，里根把宣传作为软和硬2种手段。那什么是软，什么是硬呢？硬的方式指的是通过广播呀、电影呀等宣传媒介直接表述，说白了就是打广告。那这种宣传方式毫不避讳的去宣传他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啊，就跟打广告一样，天天厉害了我的国。那这是硬的一手。那软的一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高级大外宣。大外宣呀那这个所谓的大外宣啊，是最擅长伪装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们也不会直接的去表达自己的宣传意图，他们总是以学者呀、公知呀、民主斗士的形象出现，以文化教育之名，整天做节目，讲一些大家喜欢听的话，去制造同温层，然后呢，在需要的时候才把自己的听众、粉丝带风向洗脑，去潜移默化的改造自己的信徒。那这一点呢，在冷战时期较为明显。里根在冷战中呢，运用到了多重的手段，艺术、书籍、交流、社团、协会、商人、广播电影等等等等，几乎你能想到的宣传方式，里根都有用到。那里根政府当时设立了国际青年交流项目，该项目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盟国的年轻人。当时联邦政府出资1000万美元，由美国新闻署和国际青年交流总统委员会共同负责该项目的运作。该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1982年到1984年，大约3年的时间里呢，就有2万多青年参加该项目。那这个国际青年交流总统委员会是个什么玩意儿呢？面具人我给你白话的解释一下，就是美国御用的大外宣组织，懂了吧？类似于中共的网络评论员、孔子学院、台湾的1450之类的啊，都是用的这些年轻人，擅长这个写文章或者擅长宣传这种潮流思想的人。那里根他自己曾经是一名演员嘛，他深知这个形象在交往过程中的重要性。当时美国新闻署署长还在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营造里根本人和美国国际形象的时候呢，里根的眼光看得更久，他认为呢，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一起加大宣传和舆论效应。在整个80年代呢，
里根给予了美国新闻署大量的经费支持，在世界各地广办文化交流活动，那也得益于当时新兴的电视媒体作为载体嘛。那时任的新闻署署长查尔斯·威克和里根一看电视这个玩意儿，哎呀，觉得是个好东西，于是呢，他们一拍即合，认为电视不光能用来看电影呀，它可以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用来传播思想嘛。那随着电视在全球的流行和普及，美国牢牢地占领住了这个宣传口的先机，为冷战以及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公共外交渠道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那1982年呢，里根政府宣布了第45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这个指令指的是美国80年代公共外交的指导性文件它是美国80年代公共外交的指导性文件。指令指出，国际广播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同时，里根向行政部门提出了新的设想，主张建立一套完整的机制，使节目内容与当前美国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的目标要联合起来，要确保电台的评论和分析是和当前美国政府的政策立场是要相符合的。看到没？评论和分析、政治宣传这种文宣组合拳的玩法可是里根想出来的呀。里根认为，美国的国际传媒应当与美国政府保持一种良好的合作和沟通机制，尤其是在战争和突发军事行动的发生的时候，那媒体的动员和作战阶段都应该与政府连成一体。在1984年出台的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第130号文件清楚地表明，利用文宣、传媒、电视等多重宣传手段是一种长远的战略思想。公共外交是改变全球长期基本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的核心战略工具，并最终影响其他国家政府行为的重要武器。看见没有？最后这句话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你们仔细听好了，然后你们再想想这个东西，现在目前的这个世界上，谁把这个玩意儿玩的最溜你听。公共外交是改变全球长期基本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的核心战略工具，并最终影响其他国家政府行为的重要武器。看，公共外交它是改变全球长期基本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的重要工具并且呢还具备影响其他国家政府的行为这种功能，有意思吧？那现在是谁把这套学会了，玩的那么出神入化呢？我不用说，你们心里面也知道啦。那广播电视在里根眼里面呢，就变成了维护国家安全，甚至是打赢世界战争的重要武器。你像广播电视这些东西，在里根眼里面呢，反而变成了维护国家安全，甚至是打赢世界战争的重要武器。那事实就是这样一个天才是可以把一样平凡的东西玩出来与众不同的花样的。那从里根奠定了宣传口的重要性之后呢，美国政府对文宣口的财政拨款呢连年在增加。1983年，里根政府恢复了尼克松时期停止的心理战项目，并在国家安全局组建跨部门的特别筹划组。那随着马蒂电台的建立，里根政府连年加大对宣传口的投资。1985年，里根恢复了停办了30多年的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每天用各种语言进行广播，其中包括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英语、中文、俄语等语言，定时的播出，向其他国家宣传自己的文化形态、意识形态。明白了没有？其目的呢，是为了改变多年以来美国新闻信息在青年人群中传播不足的状况，要防止美国在下一代新生代人们心中的地位丧失的这种现象出现。也确实如果说世界的下一代都不喜欢美国了，那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公信度乃至于整体的实力都会下降，对不对？那你看现在的战狼小粉红，他就是仇视甚至鄙视美国，也是因为现在的美国的文宣力度意识形态输出的力量在削弱，反而中国的这个宣传文化的这个侵袭在增加。那最终呢，里根巧妙地将心理学、意识形态、政治、广播电影、娱乐结合在了一起，完成了对全世界的宣传部署，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有趣生动的美国。
那80年代的美国的流行音乐、老电影、音乐剧，各种流行文化是每个人都向往的。美国在那个时期是人们心中的天上人间。大量的青年人才，再加上充足的资金，使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在技术上最巧妙的宣传机器诞生了。那这个宣传机器在推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过程中，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当时里根玩的手段就是，一方面通过文宣在内部吹捧苏联，苏联厉害，什么都能造，刺激苏联和自己搞军备竞赛。那另外呢，又在外部通过自己的宣传工具来抹黑苏联，然后呢还要煽动内部的民主情绪让苏联的人民觉得，哎呀，美国民主真的好，美国自由灯塔，我也想过这种生活。最终呢，在正反两面手法之下，苏联人民激情地走上了街头，想要过美国的那种美好生活。那苏联最终被打解体了，就被软刀子刮你给刮死了，知道吗？有一位学者说过只有现在，当我们能够访问这些东欧国家的时候，我们才认识到公共外交在苏联革命之前对世界的影响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们当时最高的估计。就是说，文宣口的力量是当时你们都没有办法想象的，你现在回过头再来想，确实威力巨大。那这也是里根一系列的成就之一。好了，我们说完了里根，那就该说说川普了。很多川粉都把川普说成是能和里根媲美的人物，甚至认为川普会超越里根。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我们且不论川普能不能解体中共至少里根做到了解体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对不对？再就是我刚才讲到了里根的成就当中的一小部分，就是富有创造力和决定美国地位的这个神奇举措，就是这些新闻改革、文宣改革、传媒改革嘛，公共外交改革嘛。那川普有做到吗？我们可以看到里根当时是积极的参与全球各个方面的活动，加强文化的外交的输出和合作的。那尤其是里根通过笔杆子宣传工具，让美国站在了全世界的道德制高点、文化制高点，美国成为了世界人民向往的一个自由灯塔这么一个地方也奠定了美国接下来几十年最文明、最美好的、最快乐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川普治下的美国呢？2017年1月退出 TPP，2017年6月退出巴黎协定，2017年10月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12月退出全球移民协议，2018年5月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2018年6月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8年10月退出中导弹道协议，2018年10月退出万国邮政联盟，2020年5月退出开放天空条约，2020年5月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最终目的也不知道他要退出啥。你看川普退出了那么多的组织，站在川普或者川粉的角度上来说川普是觉得自己牛逼，悍然退出，自己玩，是不是？但是我们站在旁观者政客的角度上去看显然是美国已经逐渐丧失了在这些组织当中的主导权，或者说是美国不愿意再去花精力、花时间、花资金去维持自己在这些组织当中的地位了。再加上出卖库尔德，导致了美国在中东失去民心，美国在中东的控制力可以说已经降到了历史的低点了。再加上对香港之前的这些游行视而不见，也让美国在东亚丧失了公信力。这些举措都标志着美国放弃国际合作的责任，走回二战前的美国那种自娱自乐的孤立主义的老路了。这样等于摧毁了世界对美国的信任和需求。那你们想嘛，武林盟主都走了，那六大派群龙无首，最终就是会被马列邪教逐个击破呀。而美国自废武功，这样加速了美国时代的落幕，你知道吗？美国梦也该醒了。里根时期打造的美国雷锋、美国美好、美国乐于助人的超级英雄形象，也被川普的一句美国优先全部摧毁了。你川普说了美国优先呀，那别的国家也会想，
啊，你川普的美国优先了，你吃肉，那我们这些国家就该吃屎了，是不？川普的这些举措言行也暴露出了他政治小白的做事讲话不注意方式的缺点。川普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光退群了，你退完群了，然后呢？退完群了，你要建群呀，对不对？你把原来的老群友、老粉丝都拉过来呀，是不是？你光退群有啥用？你现在退了那么多的组织，却没有建立新的强有力的新组织，反而呢，让别人觉得你川普因为自私、胆小鬼啊，你逃跑了，你不玩了，是不是？那你这么做，除了削弱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领导力，最后呢，导致了美国连个聊天的小伙伴都没有了。现在德国不是公然的就不愿意再跟你美国玩了吗？是不是？现在川普领导的美国，他想不清楚一个道理，就是你要当世界老大，你要统领群雄，那很多时候老大哥被自己的小兄弟占点便宜，那是在所难免的嘛，对不？那如果说别人跟着你混都没有好处拿了，别人为啥还要跟着你混呢？况且现在的中共是咄咄逼人，到处撒币，到处拉拢，你川普又是小气鬼，一毛不拔，这样呢，则加深了世界的对立和分化，要么选美国，要么选中共，对不对？那大家选川普，川普随时卖队友，川普随时就给你退群不玩了，是不是？你这么做会加深世界对美国形象的不信任，导致美国的孤立。那川普作为商人，连最简单的账都不会算吗？这次美国被中共这个疫情突袭了一下，美国损失了多少钱，损失了多少就业，损失了多少人命？你早知今日，那为何不拿这些钱去打造一个更加强大稳固的同盟呢？对不对？你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你光想着卖大豆，你想过没有？你要卖多少大豆，你才能弥补你这些熔断了 N 多次、死了这么多人的损失呢？国际地位形象的降低呢？这些东西是美国多少代总统换来的呀？你要卖多少大豆，你才能换回这些生命呢？才能换回这些历史地位呢？而川普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在于，在美国搞精英民主，那美国是多民族国家，你要搞的是亲民协调，而不是精英民主，或者是这种种族言论，对不对？那不同种族之间的人各有优劣，各有他擅长和不擅长的事情，对不对？那现在美国的这个骚乱呢，很多人都是因为上升到了对川普个人不爽的地步，你们懂吗？因为他们觉得川普是软弱的，他们只会欺负美国人，只会欺负美国的一些弱势人，知道吗？川普的内阁都是垃圾，这很多美国就是街头采访的人说的啊，种族主义者，你们还不信吗？川普软弱，你们还不信？那面具人，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如果说川普不软弱，川普感动习近平，那川普为啥不把习明泽直接抓了，不把这些红二代、邓家、江家的这些钱在美国给冻结了，光是嘴上说两句，把他们的亲戚家属全部抓起来，都是间谍，调查，对不对？川普为啥不敢这么做？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软弱啊！你看这些红二代、高官子女都还在美国潇洒呢，对不对？你只敢遣返这些贫穷家庭的这些所谓的间谍，你咋不把这些人，高官的子女、红二代抓了嘞？你先把习明泽抓了，就证明你川普不软弱。说到头来，你自己还是不敢嘛，对不对？你川普自己的政权都快被颠覆了，现在人们天天上街游行呢，自己的子民都死了那么多人了，你连骂一句习近平你都不敢。许多人在美国就是接受这种自由民主思想，居然看不清最基本的事实，是川普没有敢挑衅习近平。你看今天美国各地游行抗议，都是川普的种族主义和川普的治国方针完全全盘失败导致的。你谈个贸易协议，高高举起，轻轻的放下，这都不是美国的风格。我告诉你，现在的美国早就没有当年的那种步步紧逼、咄咄逼人的风格了，而是被中共牵着鼻子吊着打。川普把中共的威胁这样的外部矛盾，居然搞得变成了内部矛盾了。对不对？人家厉害的人都是把内部矛盾变为外部矛盾，你反而把外部矛盾变为内部矛盾了。那你这些弱智举动，让美国民众和你的盟友都看在眼里，导致了他们对现在的美国失去了信心和信服力。现在川普治下的美国，是人权上面有矛盾，
啊。贸易、经济、人命现在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川普现在还在打嘴炮，以为在南海开上2艘船就是强硬了，做事拖泥带水就是强硬了。那是你，我告诉你们，你们没见过强硬的美国。你去看看萨达姆、卡扎菲，再去看看苏联的下场，再去看看2战的日本，对不对？那个时候的美国才叫强硬呢。美国要干谁是不会多说废话的，直接就给你开干了，阴的阳的啊都能给你玩，知道不？来强硬的也行，来玩阴的也行，他就是要逼死你的。而现在的美国呢，陷入了温水煮青蛙式的困境边缘，而川普本人呢，也被习近平拉下了沙盒陷阱，拉到了沙堆里了，有劲儿使不出来了。那国家的发展和竞争就是这样呀。就跟逆水行舟一样，你不迎难而上去解决这些问题，你不停的退缩，那你就要被历史的长河给淹没掉。你退 TTP， 你退 TPP， 退 WHO， 你都可以退，你最后一步一步的退。你川普现在都退到了白宫的地洞里了，你还要往哪儿退呀？说到白宫了，就要说习近平和共产党的策略了。习近平自从上台以来啊，对美国做的事情类似于当年里根对苏联做的事情。里根成立了国际青年交流协会，派遣美国学者去国外做好人好事，那习近平就搞千人计划、孔子学院、大外宣、一带一路，到处收买大撒币的这些动作嘛，对不对？里根政府加大了对传媒宣传的投资，那习近平也把大外宣的资金从几千万调整了接近10亿了，专门是用来收买这些传媒人士的。那习近平现在玩的就是正反两面手法，并不算高明，里根也玩过，对不对？但是呢，习近平自从他上台以来所有的准备都是在为今天击垮美国在做铺垫，在做准备。你们看所有的华文媒体普遍的无脑吹捧川普，无脑喷共产党，傻子白痴弱智，对不对？那面具人我就奇怪了，人家美国人都没觉得川普有多厉害，为啥你们这些键盘侠连美国都没去过的人就搞得像川普肚子里面的蛔虫一样，就知道川普有多厉害了，川普又有大招了，是不是？人家美国人没你了解川普吗？其实共产党玩的是什么套路啊？他就是要把傻子说成聪明人，把聪明人说成傻子，颠倒黑白。川普所作所为所有的错误举动，这些大外宣呢，反而就要说川普做得好，做得对，就要对川普进行无耻吹捧和捧杀，然后呢，再派大外宣在西方国家宣传中共傻子白痴弱智，中共自己就把自己玩死了，不要担心，中共不足为惧，中共是弱智，中共是垃圾，天灭中共，中共迟早完蛋。一方面煽动美国总统做脑残的行为，一方面呢又故意的去贬低中共的实力，让大家去小瞧中共，说是土共，土共垃圾，让大家对中共丧失戒备心，被麻痹神经，知道吗？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共产党真的是傻子白痴弱智，他能奴役这个14亿人民70年吗？美国现在的战略都已经把中共放在了对手的角度上来看了，那如果说中共是傻子白痴弱智，那是不是美国把他当为同等对手的美国也是傻子白痴弱智了啊？对不对？那如果中共傻子白痴弱智，中共现在能捆绑全世界，能强奸全世界，对不对？这些举措和动作是傻子白痴弱智能做出来，有这个智商能干出来的事情吗？对不对？而中共呢，对自己的内部人民呢，因为有防火墙的存在，就可以塑造自己强大的形象啦。那中共的形象在国际上和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台湾香港美国呀，加拿大呀，普遍认为中共是傻子白痴弱智，天要灭中共，对不对？那这就是中共想要的效果，知道吧？中共就要让别人觉得他是个傻子傻屌，知道吧？弱智，没有什么威胁，知道吧？你们都对我放松警惕。但是呢，你看现在中国在国内做的宣传就是中共无比强大呀，厉害了我的国，一带一路呀。因为有防火墙的存在所以中共的形象在国际上和国内是完全天差地别的，对不对？因为国内的人看不到国外的消息，中共可以随意的去怎么吹都行，自己怎么强大了都行，但是在国际上他就是要扮猪吃老虎，装孙子，让别人骂他是傻子傻逼，知道不？
国内人看不到国外的消息，所以中共就是墙里一套，墙外一套。其实中共啊，并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你觉得他牛逼也好，你觉得他傻逼也罢，一切的舆论都是为了他的政权服务的，都是为了他的大政方针，为了他的这个国际宣传做铺垫的，你知道不？只要他习近平能当皇帝，让你骂他两句又如何，对不对？而同样，中共是从东欧剧变了以后呀，可是吓坏了，就在开始研究如何防止自己被搞成苏联的下场。于是呢，中共就在整盘的研究里根的战术，最后发现呀，哎呀妈呀，里根的这个大外宣战略思想果然是个宝贝呀，好东西呀。所以你像习近平、王岐山这类的厚黑大师啊，就拿着里根的大外宣战略思想，又加以了改进，结合了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仇恨思维，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新的宣传体系。不光是宣传大爱，更多的是通过喉舌制造对立和仇恨。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啊，有中共的人假装台湾人、香港人、美国人去骂人，挑动阶级斗争、种族斗争啊，去攻击不同的群体，说难听的话。一会儿啊扮演好人了，一会儿啊扮演坏人了，一会儿呢扮演聪明人了，一会儿呢扮演傻子了。反正他中共做到了舆论的全方面的掌控和覆盖。哎呀，话都让中共全说完了，好的也是他说，坏的也是他说，黑的也是他说，白的也是他说，圆的也是他说，扁的也是他说，正的也是他说，反的也是他说。那真正的要和这种流氓交战起来呀，你越和他讲道理，他就会越不和你讲道理，你越跟他争，反而你会变得越不在理，你知道吗？因为啥话都让他说完了，他还有帮腔的，是不是？对不对？美国的这次风波呀，你可以去推特看看，再去现场看看，哎，有你中国人什么事儿？平时呢，你这些中国人都是骂骂台湾人，骂骂美国人，哎，脑子里面尽想着怎么占小便宜了，怎么突然就开始替美国的人权发声了，就开始带节奏了，开始要替美国伸张正义了，对不对？哎，中国人开始注重人权了呀！最不注重人权的、最唾弃人权的中国独裁的愚民韭菜开始注重人权了。那结合前几个月啊，共产党大量的采购推特账号、Facebook 账号，以及这次美国的风波发酵的如此之快，发酵还是发酵？习近平是怎么念的？发酵啊！发酵的如此之快啊！那人群里面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亚裔面孔，那被捕的也有很多华人，甚至是白宫的门口还有人说中文。那这个风波从开始到现在，全程都有亚裔的人参与。你不管是警察啊，就是闹出事儿的那几个警察里面都有亚裔，他姐也是亚裔啊，还是这种那个官岛关系，哎，还都是这种关系户。显示了这个美国警局的腐败啊，走关系也能当警察嘛，对不？那到现在的上街游行，你到处都能看到亚裔、华裔的面孔，包括现在的推特上面这些什么华人的文学家，这个华裔美国人都在带节奏。那至于过多的阴谋论，我面具人就不想多说了啊。你们可以想想，这些是不是一早就有预谋的？啊，要签协议了，来疫情，不可抗因素啊，美国要制裁了，美国现在又内乱了，出现这个风波了，种族对立了，那你说你怎么和中共玩？每次出现问题的时候，哎，总有别的事情把中共救一命，那这些事情就这么巧吗？对不对？就跟买彩票一样，就从天上掉下来了。中共就这么幸运，每一次都被历史眷顾啊，历史事件都在帮中共，东风就来了。东风是不是就是他制造的呢？那现在美国总统都躲到地道里面了，他躲到地道里面，他要制裁习近平吗？他挖个坑把自己埋了就能制裁习近平吗？对不对？川普的个人魅力呢，也在4年前啊，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状态，变成了现在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些都是川普自以为是的，以为啊能签下贸易订单，然后呢就被习近平进进退退，退退进进，一步一步的拉入沙盒。白宫的灯也黑了，自由民主之光也熄灭了，在黑暗中游荡的只剩下红色的镰刀和斧子了。现在的川普还有服众能力吗？他还能再凝聚起来民主阵营和国内的老百姓吗？冷静下来，不吹不黑的，咱们仔细的在留言区里面可以探讨一下嘛，对不对？面具人，我现在认为啊，
川普唯一翻身的王牌就是什么啊？就是学学这个罗斯福，学学里根啊，当时是怎么把这个内部矛盾又转移为外部矛盾的。你川普个傻屌，你现在把外部矛盾都能转移成内部矛盾，被共产党的这些间谍煽动文宣把你玩的死去活来的，还有这个疫情，我都不知道川普有啥好吹的，对不对？共产党就是颠倒黑白，把黑的给你说成白的，把白的给你说成黑的，把傻子说成弱智，把傻子说成天才，把天才说成傻子，知道不？所以你看啊，不管是里根还是习近平，人家都创出来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东西啊。你像习近平的自己的这个仇恨大外宣战术，一带一路大撒币，超限战，你包括习近平的这个耍无赖无耻200斤，这都是他自己的发明嘛，对吧？那里根就更不用说了啊，创造了世界新格局以及这个整体大外宣的战略规划，对不对？捆绑全世界的这个宣传的这个美国英雄形象、美国梦，对吧？川普有啥？退群，然后现在都被赶到地下室去了，赶到地窖里了啊！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川普有啥？你说还有啥好吹捧的吗？面对中共，你还敢这个自我娱乐、自娱自乐，活在梦里面，掉以轻心，中国共产党真的有你们想象的，以及你们从大外宣那边看来的那么弱吗？傻子、白痴、弱智吗？那你仔细再梳理一下啊，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他有没有吃过败仗？有没有败过？你不管中间的过程怎么样，我告诉你，这个党他是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什么样的邪恶手段，他什么样的代价都能付出来，知道吗？你不管是抗日战争，还是朝鲜战争，还是打国民党，从中华民国到美国到现在，中国共产党败过没有？他任何一项这个跟别人的斗争都赢了，知道不？你不管他的过程，什么长征呀，还是被别人追杀呀，还是怎么样，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共产党一直存活到了今天，并且装备越来越好，越来越强，越来越恶心，这是你不得不承认的。反而呢，美国现在走向了孤立和衰败，知道不？你不管，你看共产党从刚开始跟这个蒋介石作对，还有这个日本，还有这个西藏、新疆、美国，所有的跟中国共产党作对的，到现在有哪一个赢了他的？没有吧？知道不？你们还真觉得共产党傻子、白痴、弱智？我告诉你，狼不可怕，可怕的是披着羊皮的狼。共产党是有这个对外方针的，是专门派这些大外宣去麻痹别人的神经，就去告诉别人说，你们宣传就是共产党傻子、白痴、弱智，让别人对共产党掉以轻心，放松戒备，懂了没有？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节目的话，就欢迎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不怕错过面具人我每一期节目。然后呢，帮我点击转发，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一起提高智商。如果想要联系面具人的话，可以看视频的内容简介，给我发邮件或者进入我的 Telegram 群组。那面具人的油管官方会员频道开通了，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关于心理学、政治判断、厚黑学、家庭教育类的节目，欢迎点击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加入面具人我的会员频道。那这个月呢，已经不是开放月了。我的会员节目呢，每周5更新，那不过不是会员的朋友就看不到了，并且您对会员的支持呢，我也会真金白银的用于做一些慈善，帮助一些人的啊，做做慈善嘛哈。还有已经加入了疯狂面具和宁静面具的会员朋友，赶紧给我留言，你留言我就能看到了，方便加入专属的会员群组，因为你加入了会员以后，就会得到这些好看可爱的面具人专属的头像，大家都能看到的。那好，我们下期再见。